朋友们好，欢迎回到江峰世界。今天我要给大家爆个大瓜。这个瓜有多大？往上直接砸在中南海塔尖那位的脸上，往下砸的是中国最火的 AI 创业公司2个90后老板，中间夹着习家军最高层整整4个人，集体挨了一巴掌。咱们把镜头拉到今年3月中下旬的北京，国家发改委某间会议室，长条会议桌，2个年轻人坐一侧，都是前2天被一通电话从新加坡急招回来的。对面坐的是发改委的官员，约谈挺规范，递茶水，翻文件，做记录。谈完了，2个人起身准备走，那位官员像唠家常一样补了一句：审查期间，接到进一步通知之前，2位就先别离开中国了。没有手铐，没有警察，他们走出发改委大楼，还能去三里屯喝美式，去王府井吃烤鸭。但他们心里比谁都清楚，那句话一出口，一道无形的边控指令已经悄无声息地录进了全国海关系统。中国这么大，他们哪儿都能去，就是走不出国门。朋友们，这就是中共独创的最阴险一招，行政限制出境，不给你手铐，给你一种我还自由的幻觉。但你手里那本红色护照已经作废。这2个年轻人是谁？一个叫肖红，34岁，江西吉安遂川县左安镇人，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穷乡僻壤，爹妈是镇上普通老百姓，没红色血脉，没政治背景。2015年从华中科技大学软件工程系毕业，回武汉开了家小公司，做微信插件，做到服务200万企业。2022年才上北京，搞出蝴蝶效应科技。2025年3月6日凌晨，他们团队发布了 Manus， 那个让整个硅谷失眠的 AI 产品，邀请码被黄牛炒到10万一个，在全球 AI Agent 能力榜 Gaia 上一上来就拿了世界第1。另一个叫季毅超，也是34岁，这个人是技术大脑，毕业于北京信息科技大学，一个2本里中等偏上的学校。但他16岁就自己写手机浏览器，19岁登福布斯封面，20岁拿真格红杉天使投资办公司。2024年他加入蝴蝶效应做首席科学家。各位看清楚，这2个小伙子身上干净的像2张白纸，没党员身份，没国企任职，没政协头衔，没军工背景。他们不是谁家的白手套，不是红2代红3代，就是2个真正意义上的草根。按中共天天喊的那套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这2人本该上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的。结果呢，现在坐在发改委会议室里，听一个小官慢条斯理通知他们别离开中国。他们到今天都不知道，就在约谈前几天，一份只有包子和几个中南海最高层能看的绝密报告，已经在一张张办公桌上，报告上写着5个字：阴谋性掏空。更残酷的是，这份报告真正要收拾的根本不是他们，而是另外4个人，一个正国级，一个副国级，2个正部级大员。答案要从1年前那个夏天说起。在为大家揭开这场中南海大戏的底牌之前，请允许我推荐一款我自己非常信赖的日常保养好物——普瑞堂黑参。大家知道，做深度时政节目需要大量阅读和熬夜，体力透支是常态。普瑞堂黑参采用纯正优质人参，经过传统的9蒸9爆工艺精心提炼，不燥不火，能非常有效地帮我们补充元气，缓解日常疲劳，提升免疫力。不管是自己滋补还是送给家里长辈，都是绝佳的健康选择。请大家多多支持江峰，您的支持是我们频道能持续为大家挖掘真相的最大动力。现在点击视频下方的专属链接，结账时输入江峰专属优惠码 GF 即可享受全球包邮。目前还有特别福利，购买满$500直接送您一根价值不菲的整只黑参，多买多送，机会难得，大家千万别错过。好，感谢大家的支持，咱们回到今天的话题。时间拉回2025年6月，那时候 Manus 上线才3个月，全球爆红，硅谷顶级风投 Benchmark 领投$7500万 B轮，估值一下飙到$5亿。
肖红和季义超这两个90后突然就成了中国 AI 圈最耀眼的一对。然后他们做了一个让全中国 AI 圈惊掉下巴的决定，把公司搬去新加坡，北京办公室清空，120人，团队砍到40人，核心技术人员全搬新加坡。北京那个蝴蝶效应科技法律壳子还挂着，主体却换成了新加坡的公司开曼控股，典型的出海红筹架构。这事儿在当时炸了锅，小粉红群情激愤，骂他们叛徒、资本走狗、白眼狼。更有一个词很快在微博刷屏，卖青苗。各位，您品品这词，什么叫青苗？在中共那套带着浓重农业社会味道的土话里，创业者的脑子、工程师写的代码、公司里磨出来的技术，那都不是你自己的，那是地主家田里生长的青苗，属于天朝上国。你们这帮小农户敢偷偷把地主家的青苗卖给洋人，反了天了。但滑稽的是，面对铺天盖地的骂声，中国政府居然屁都没放一个。发改委没表态，商务部没表态，工信部没表态，国安部更是一个字都没吐。为什么？因为程序上 Manus 这一步走的没毛病。按中国2020年后强化的外资出境审查规则，这种事儿必须过发改委这一关。发改委做了评估，然后放行了。英国金融时报独家披露，发改委当时的结论写得清清楚楚， Manus 的技术可被轻易复制，不属于核心战略技术，不需要严格管控。翻译成人话，这玩意儿没啥了不起，谁都能做，犯不着懒。这一纸不予干预，在当时看就是再平常不过的行政决定。但这张绿灯9个月后会变成压在几个中共最高级别经济官员身上的一座大山。要看懂这张绿灯为什么变大山，先得弄清楚这张绿灯到底是谁签的。表面上签字的是国家发改委主任郑山杰。郑山杰各位可能不熟，我给你报个履历，您听了估计会笑。福建漳州人，1961年生，1982年南京化工学院毕业，回福建去了哪儿？厦门鱼竿油厂。他从副厂长做起，做到厂长，后来这厂子改制叫厦门兴沙实业总公司。郑山杰就是从这么一个给娃娃熬鱼油的小厂，一步步爬到国家发改委主任的位子。2005年11月，他成了厦门发改委第1任主任。这时候谁是厦门市委书记？何立峰。何立峰刚从福州市委书记调过来，出任福建省委常委兼厦门市委书记。郑山杰就是他手底下管发改的那个人。两人在厦门做了整整3年的市委书记加发改委主任搭档。这种关系在中共体制里有专门的词，叫老班底，一起接待过多少批中央考察团，一起熬过多少个项目审批的通宵。这种关系能跟一辈子，果然跟了一辈子。2023年国务院机构改革，何立峰晋升国务院副总理，郑山杰这年从安徽省委书记位子上调到北京，接过了何立峰做了6年的那把发改委主任椅子。更深一层，他俩都属于闽江新军。包子1985年到2002年在福建当官17年里，从厦门、宁德、福州一路提拔的那批老部下，最红的几个名字各位都认得：何立峰，包子40年第一宠臣，陈文清现任政法委书记，还有蔡奇、黄坤明、郑山杰。说白了，这一整条发改委决策链条就是闽江新军在经济口的自留地，上下3层全是嫡系中的嫡系。那2025年6月这张绿灯真是郑山杰一个人拍板签的，别天真了。以发改委的决策流程，涉及外资出境、AI 敏感行业、金额不小的案子，评估结论必须上报分管副总理。分管副总理是谁？就是何立峰。2025年6月，何立峰在干嘛呢？他正忙一件在他眼里比 Manus 大得多的事，中美贸易谈判。2025年5月9日到16日，何立峰以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身份出访瑞士和法国，在日内瓦跟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直接坐下来谈关税、大宗商品、芯片管制，整整1个礼拜。6月刚回国，还在消化出访，后续又要准备下一轮。中国经济这艘破船四处漏水，外资跑路，内需拉胯，房地产烂尾。何立峰脑子里全是怎么给包子交出一份像样的 GDP 数据。
这时秘书递进来一份文件，说有家叫 Manas 的 AI 小公司要搬新加坡，何立峰估计都懒得细看，这算什么事？让这帮小年轻去国外骗点美元回来，也算小小的政绩嘛。他问一句，发改委什么意见？秘书回答，不涉及核心技术。再问商务部呢？秘书又答，没违反出口管制。于是他大笔一挥，按规矩办。至于总理李强，一贯讲营商环境开放包容，更不会为这么点事儿横插一杠。就这么走完了。郑山杰的判断在那10点没毛病，何立峰的默许在他那级别也说得过去。在他们眼里 Manas 就是一家被美国资本逼着出海的小 AI 公司， Benchmark 投了钱，美国那边又搞了个反向 CFIUS 新规，逼着他们切割中国身份，两头夹着走投无路。能去新加坡做大就去吧。在经济派官僚眼里，这叫合规的，可以理解的，没什么好管的商业行为。他们看问题永远就那3把尺子，影响 GDP 吗？影响外资信心吗？影响其他创业者预期吗？按这3把尺子量，2025年6月放行就是对的决定。但这帮经济派精英漏算了一件事，他们忘了，在中共这个黑箱朝廷里，经济官员永远只是个端茶倒水的使唤丫头，真正拿着刀把子决定谁生谁死的是另外一拨人。那拨人看问题不用这3把尺子，那拨人只问3个问题：影响国家安全吗？敌对势力会不会得利？后面的创业者会不会全学着跑？那拨人2025年6月这个时候还没开口，他们在等，他们等一个让自己可以光明正大开口的时机。这个时机6个月后真的来了，送时机上门的人叫扎克伯格。时间快进到2025年12月底，拔剑四顾心茫然的 Manas 在新加坡迎来了他们生命中的金主硅谷巨头 Meta。 从第一次接触到签字仅仅2个礼拜，扎克伯格大笔一挥，20亿美元收购 Manas。 这个速度之快让 Manas 自己的投资人都怀疑，这报价是真的吗？这事儿一开始在国内还被当成喜讯，中国 AI 出海创下历史新高，证明中国 AI 技术在全球有价值。2026年1月上旬，商务部发言人何亚东出来表态，说正在进行评估调查，初步结论没发现明显违规。但风云突变，就在1月12日到13日这48小时之内，整个事件的性质发生了核爆级的质变。引爆这颗核弹的正是扎克伯格自己。2026年1月12日，扎克伯格突然宣布任命一位叫麦克米克的女士出任 Meta 的总裁兼副董事长。这位女士可不是一般人，她是川普第1任期的高级顾问，华尔街高盛干了16年，号称华尔街最资深的女性高管之一。她到 Meta 的核心职责是什么？专门专注于与政府和主权实体合作。川普本人当天就在真相社交上发帖祝贺，称赞扎克伯格做出了绝佳的选择。第二天1月13日，扎克伯格再发一记重拳，正式对外公布 Meta Compute 计划。野心大到什么程度？扎克伯格自己说，我们要在这个10年建设数十吉瓦的 AI 基础设施，随着时间推移达到数百吉瓦，为全球数十亿人提供个人级超级智能。听清楚这几个关键词：数百吉瓦、全球数十亿人、超级智能、与各国政府合作。这还是一家商业公司干的事儿吗？这已经是国家战略了。48小时之内， Meta 在中共高层眼里彻底脱下了民营科技公司的外衣，穿上了美国 AI 国家战略的军装。这不是江峰我胡说，这是中南海那位亲自下的判断。扎克伯格用这2天的操作，把自己的公司亲手送进了中美 AI 科技冷战的正面战场。再叠加川普政府当时正在全球推行的 AI 芯片管制，从原来针对约40个国家的限制扩展到全球单点许可，美国铁了心要建立在 AI 算力上的绝对单极霸权。而就在这个节骨眼上， Meta 反手把中国最火的 AI 公司连锅端走了。更别提扎克伯格这个人在塔尖上那位的黑账本里早就被记了重重的一笔。大家还记得10几年前吧，为了能让脸书进入中国，
扎克伯格那是怎么卑躬屈膝的？大冬天跑到天安门广场西埋给包子看诚意，在清华大学用中文演讲。最经典的一幕是2014年12月，他把包子的大作《谈治国理政》摆在自己办公桌最显眼的位置，拍照传遍全球，就差磕头山呼万岁了。那时候他是跪着进来求赏的。10几年过去，这个12年前跪在门口求进场的洋人，转身投靠了川普，成了美国 AI 科技战的急先锋。那本《谈治国理政》估计早就被扔进废纸篓了。这口气中南海那位能咽得下去，但包子光生气没用，他得有个理由，有份报告，有个机构出面，把这事儿从经济问题升级成国家安全问题。这时深知圣心的另一拨人给包子送上了一把绝佳的刀子。在中共官场，什么最值钱？不是 GDP， 是皇上的信任。而在集权体制下，想争皇上的信任，最快的办法就是制造危机，然后证明只有自己能摆平。经济派的何立峰和郑山杰这帮人还在为招商引资保 GDP 焦头烂额的时候，另一波早就眼红心热的人，国安派嗅到了血腥味。国安派的总操盘手是谁？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这个人我得给各位好好讲讲。陈文清1960年生，四川仁寿人，不是福建本地人，但这人的履历极其耐人寻味。他是西南政法学院法律系84届毕业生，从四川基层派出所普通民警干起，一步一步做到四川省国家安全厅厅长、省检察长。2006年8月，陈文清从四川被空降到福建，出任福建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这时候谁在福建？何立峰正在福建当厦门市委书记，郑山杰正在何立峰手底下当厦门市发改委主任。从2006年8月陈文清到任，到2009年4月何立峰调离福建，整整2年8个月。但各位注意了，他们从一开始就不是一路人。何立峰和郑山杰是一路的福建本土升上来的，经济口起家的，做项目抓 GDP 的，典型的经济派。陈文清呢，空降的，四川来的，搞政法起家，抓特务出身的。他坐在省委常委会那张桌子上，手边不是招商引资报表，是举报信，典型的国安派。更绝的是，陈文清在福建还兼了一个非常不起眼的职务，福建陆军预备役高射炮兵师第1政治委员。这个位子听起来奇怪，懂中共政治的人一眼看穿，这恰恰是包子当年在福建当省委副书记时兼任过的同一个职务。组织部门把这个位子给陈文清，等于在他身上盖了一个红印子。这个人是皇上亲自召的。陈文清是包子身边国安系统的实际大管家。2018年到2022年，他整整4年半担任中央国安委办公室常务副主任，直接给包子办差。扎克伯格投靠川普的消息一传回国内，陈文清的国安系统立刻动起来。他们绕开国务院，绕开发改委和商务部，直接起草了一份绝密报告。报告里给 Manus 并购案定下了一个极度致命的罪名：阴谋性掏空中国科技能力。在中共的话语体系里，定性是一门高深法术。如果叫技术外流，那还是经济问题，归发改委管；如果叫违规申报，那是合规问题，归商务部管。但只要加上阴谋性这3个字，整件事的话语层级瞬间跃迁。这已经不是做生意了，这是敌我矛盾，这是美帝国主义在挖社会主义的墙角。各位，有人以为包子是个玩帝王平衡术的雄才大略之辈，大错特错。实际上，包子是一个极度缺乏安全感，又有严重认知盲区的微操大师。他当然希望习家军团结一致，把经济搞上去，好让他有底气跟美国人叫板。可他那份永远躁动的多疑性格，让他搭建起了一张畸形的特务监视网。陈文清那份报告一递上来，正好戳在包子最恐慌的那根神经上。包子不懂什么叫 agent 智能体，不懂代码是怎么写的，不懂 metacompute 意味着什么，但他看得懂阴谋掏空这4个字。他再一想扎克伯格那张跟川普笑成一团的脸，他的恐慌瞬间转化成拍板的冲动。包子同意了国安委的定性，多部门跟进，发改委约谈萧红、季一超，
下达出境限制，商务部启动更深层调查，市场监管总局反垄断介入，国务院整个经济系统被动配合。国安派这一仗打得漂亮，用一份报告把案子的管辖权从经济口整个抢了过来，同时把经济派那几个1年前默许放行的大员全部钉在墙上。但朋友们，这里有个问题必须问，既然国务院下面的发改委和商务部前头判断错了，为什么不让国务院自己纠正？为什么非得绕一大圈让党的机构出面？答案就是整个中共体制最阴暗的秘密。先讲一个大家可能没太注意的细节。2025年4月25日，包子主持政治局第20次集体学习，主题是加强人工智能发展和监管。这次学习上，他讲了一句，人工智能可以是造福人类的国际公共产品，开放合作的调子起得很高。4天后，4月29日，包子亲自去上海考察魔素空间大模型创新生态社区，讲了一句，人工智能是年轻的事业，前景广阔，几乎是给年轻创业者打了一针鸡血。这就是2025年上半年包子对 AI 的公开基调，开放、鼓励、信任年轻创业者。Manas 就是在这个基调下，在2025年6月被发改委放行的。那么包子是什么时候开始变脸的？第一个风向变化是2025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包子讲话里悄悄加了一句，完善人工智能治理，调子开始往管的方向微调。真正的急转弯是2026年1月30日，包子主持政治局第24次集体学习未来产业，抛出了那句最经典的双面话，既要放得活，又要管得好。这就是这位宽一地最典型的治国特色，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最后还要把马的腿给捆上。他想要中国 AI 去跟美国争世界霸权，又害怕这些聪明的脑袋不受党的控制。更有意思的是，2026年2月11日，李强主持国务院人工智能加专题学习，讲的是什么？开放、包容、支持企业锐意创新，让新生事物在市场竞争中孕育壮大。总理唱的调子跟包子1月30日那句管得好完全相反。为啥？因为李强是经济派这条线的总指挥，他知道管得好一旦落下来，经济口整个要挨板子。他在用国务院系统最后的政治空间做一次软对冲，但李强的对冲抵不过国安派的那份绝密报告。3月，陈文清的阴谋性掏空报告直接把管得好那一半落实成了刀。好，现在回到刚才那个关键问题，既然经济派错了，为什么不让国务院自己纠正，非得让党的机构出面？答案分3层。第一层，政府自己打脸，外资会跑光。如果发改委今天发文，我们6月那份批文作废了，明天所有在中国的外资都会问一个问题，你们政府盖的章到底还算不算数？今天签的字明天就能撤，谁还敢来投资？这种政府公信力塌陷是中共体制承受不起的。第二层，习家军内部互相打脸，阵营散架，郑山杰、何立峰、陈文清都在闽江新军这个阵营里。如果让郑山杰和何立峰出来写公开检讨，等于包子亲手砸碎自己嫡系的团结。习家军一旦在公众面前显出内部撕咬，整个政治叙事就散了。第3层也是最关键的一层，包子自己打脸。包子2025年4月25日在政治局集体学习上亲口讲，人工智能是造福人类的国际公共产品。如果现在发改委出来纠正说我们对 AI 出海的判断错了，等于包子自己4月那句话也错了。皇上可以错吗？皇上不能错，所以必须换个办法，不能说原来的判断错了，必须说形势变了。看明白了吗？凡是党说的，追溯到最后都是包子说的，但凡是包子说的，永远都是对的。这就是独裁者为了朝令夕改，永远不背锅而设计的一块政治遮羞布。而这块遮羞布盖下来之后，真正被碾碎的是习家军经济口那一整条线。咱们现在看到的是
20年前福建省委常委会那张桌子上推杯换盏的老同事，如今下起了死手。国安县的陈文清这一记重拳打得何立峰可谓是内伤吐血。何立峰作为皇上最宠信的经济沙皇，40年的宠臣，自己的主场被人狠狠砸了场子，自己亲手盖章放行的项目被定性为阴谋掏空，这不等于是在皇上面前指着何立峰的鼻子骂他老眼昏花、丧权辱国吗？更惨的是现任发改委主任郑山杰，2月28日，国家发改委党组紧急部署了一项活动，名字叫什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朋友们，这在中共官场语境里就是赤裸裸的公开自我检讨啊！你以为他在学什么？他是在向国安委低头认罪，是在反思自己怎么没有看出扎克伯格的阴谋。整个4月份，郑山杰的公开活动骤减，外交场合连个人影都看不见，这就是典型的闭门思过，等待发落。而那位上海系出身的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呢，早就吓得不敢吱声了。至于名义上掌管整个国务院的总理李强，处境更是尴尬到了极点。李强既是总理，又是国安委副主席，国安委推翻国务院，等于李强用自己手扇了自己的脸。讲到这里，有朋友可能要问了， Meta 不是已经付了20亿了吗？ Manus 公司不是早就搬新加坡了吗？木已成舟，中共现在折腾肖红和季义超这2个草根，到底有什么实际意义？问这个问题的朋友还是太善良了，低估了中共的流氓底线。在中共的监管字典里，从来就没有法律边界这4个字。公司注册在新加坡又怎么样？股权全卖给美国人又怎么样？只要肖红是中国公民，只要季义超拿的还是中国护照，只要他们的人还在北京，这场交易就永远没有结束。这就是中共终极的人质杠杆。现在的真实画面是，公司在新加坡，钱在 Meta 账上，但懂技术的大脑、能拍板的 CEO 被软禁在北京。季义超每天不能去跟 Meta 的工程师开会整合代码，只能老老实实去发改委配合问询，去律师事务所研究对策。中共用这种近乎绑架的手段，死死掐住了 Meta 整合进度的脖子。这不只是收拾肖红和季义超2个人，这是杀鸡儆猴，给全中国所有还在做着出海梦的 AI 创业者上一堂血淋淋的公开课。那些刚把公司主体迁到新加坡，刚跟国际 VC 签完条款单，刚准备庆祝合规出海的中国 AI 创业者们，他们每一个人可能都在问自己同一个问题：下一个肖红会不会就是我？中国经济的最后一点信誉，中国创业者的最后一点希望，中国 AI 产业的最后一点国际化，可能在这场国安绞杀经济的内斗里一起被碾成了齑粉。好，今天这起直接捅穿中南海的 AI 大案咱们就聊到这儿。如果您觉得江峰今天讲的透彻，请点赞、订阅、打开小铃铛，把视频转发给您身边还在关心中国命运的朋友。咱们下期再见。